一架机体极限火力输出的天花板。机动战士高达00剧场版先驱者的觉醒设定解说。型号 GN010， 御天使高达是天人组织在力天使和智天使高达的基础上全新开发的一款机动战士高达。相比前两款机型，御天使高达是针对莱尔迪兰迪使用而进行设计的机型。与哥哥尼尔迪兰迪擅长进行远程精确射击的能力相比，莱尔迪兰迪在快速射击能力上则比较突出，所以御天使高达各方面的攻击能力显得比较平衡，但火力输出极为凶猛，较之前的机体至少高出了一个数量级。这其中的主要武器就包括了右手携带的 GM 步枪2型，该枪自带有瞄准镜设备，可进行远距离的精确射击，也可以拆卸成手枪，方便在中近距离的战斗使用。同时在手枪下方带有实体刀刃部件，用来支持御天使高达进行挡格展开接近战。可以说这把武器相当于把智天使高达的 GN 手枪和 GN 狙击步枪进行了整合，这样就在保留原有的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有效减少了机体武器的携带量。如果有必要，可以双手同时持枪战斗，在进行连续攻击时能保持非常高的命中率，能够轻松应对高速移动中的目标。另一方面，御天使高达调整了从力天使高达以来作战支援机的定位，开始转向主力作战机型方向上调整，使御天使高达的战力成为独当一面的存在。可以看到，在御天使高达身上左右连接了数量众多的外挂单元，这个是御天使高达上特有的 GN 枪套组件，也称为 GN Holster Bit。此类装备是在智天使高达的 GN 盾牌 Bit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可以脱离机体在拉开距离后形成的防护屏障，给机体带来了极佳的防护效果，因此此类能力在御天使高达的 GN 枪套组件上继续沿用。而且在面对拥有强大侵蚀能力的 ELS 时， GN 枪套组件还能够有效避免被对方侵蚀而不被同化。除了提供防护能力之外，每个 GN 枪套组件内置了一把 GN 步枪2型，可随时展开像浮游炮台一样进行攻击，这就相当于御天使高达的火力至少翻了5倍，还能进行精确控制来瞄准不同的目标进行攻击。如果手中的武器发生损坏，可以手持 GN 枪套单元里的 GN 步枪2型代替使用。而在远程精确射击方面，御天使高达的头部也是延续了力天使高达的设计，也就是在额头位置设了一个专为狙击使用的瞄准组件，当要进行远程狙击任务时，套在传感器上的滑盖就会向上滑动，露出这个瞄准组件。而在机体左右2个肩膀位置还安装有内嵌式的高精度传感器组件，该组件带有多重目标锁定功能，能够同时对多个目标锁定进行打击。由此可见，该组件的探测性能十分强大，其他同期的高达机体的探测性能完全无法与御天使高达进行相比。而且为了与狙击功能更好的协调配合使用，御天使高达对驾驶舱内也进行了相应改进。原先力天使高达和智天使高达在进行远程狙击时，都是在驾驶舱内专门配备了枪型操纵装置进行瞄准射击。由于在狙击状态下不利于转换成战斗状态，虽然有哈罗提供驾驶辅助，方便专心进行狙击任务，但对于主要在前沿战场作战的御天使高达来说并不太合适，所以将狙击的操作功能都集中到了2手位置的操纵杆上，大大方便了驾驶员随时进行战斗模式的切换。不过机体的操作繁杂程度还是比原来上升了不少，特别是在应对敌军数量众多的战斗时，御天使高达将需要分成驾驶、防御、攻击这3个职责进行操作，所以将原来一个 AI 机器人哈罗的配置上升到了2个，而多出的哈罗则用于负责辅助攻击操作。这样即使是战役级别的烈度，御天使高达以一架机体进行迎战也足够应对。某种程度上来讲，御天使高达的战斗力足以比肩一支军队，甚至御天使高达还配备有其他武装，这个武装就是遍布机体全身的 GN 导弹发射装置，一次饱和攻击可发射72枚微型 GN 导弹。尽管在备弹量上比妖天使高达要少一些，但在多重目标锁定功能的支持下，一次饱和攻击后的打击效能其实并不低，而且完成从锁定到发射的过程用时极短，能够迅速对敌进行大范围的火力打击。当 GN 导弹全部发射完毕以后，发射装置就会自动卸下，降低机体的负担，方便机体高速机动继续战斗。而剩下的装备在御天使高达的脚尖和脚跟位置设有钩爪，主要用来稳定机体姿势，方便进行射击。同时为了加强机体的态势感知能力，腿部内有安装传感器。在柳濑静治的设计稿提供的信息当中，腿部位置的传感器是跟肩膀位置的传感器组件一样，都是一并概括发挥同等作用，与 Gundam 00 Mechanics Final 里描述的有所不同。
其设定描述的是额头狙击传感器组件和肩膀传感器组件一同来发挥多重目标锁定功能，也就是这个设定比较符合电影中展示出来的情况。然后就是太阳炉的安装位置也发生了更改，御天使高达将太阳炉挪回了躯体中央位置，而 GN 推进器也就相应的移到了后腰上，这就与之天使高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区别。而机动速度方面的性能目前则没有描述，应该与之天使高达的性能水平一样。而其他的战斗性能在经过由内到外的全面改进以后，御天使高达就成功转型攻防一体的主力作战机型，战斗力较第4世代的至天使高达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如果再次遇到上次与准变革者决战那种烈度的战斗，以御天使高达的战力足以轻松应对。然而随着地外生命体 ELS 的突然出现，让天人组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开始的2次接触直接就与 ELS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刹那尝试与 ELS 进行对话，但是很遗憾，连续2次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差一点就被 ELS 强大的侵蚀能力进行同化。而且在御天使高达启动 Trans M 带着刹那进行逃离时， ELS 很快跟了上去继续追击，其追击的速度甚至比 Trans M 状态的御天使高达要快很多。幸亏格拉汉姆带队及时出现，这才避免了御天使高达被 ELS 抓住侵蚀同化的危机。经过这次交手以后，天人组织便对御天使高达进行了加强，准备应对全面与 ELS 进行决战。其改进后的形态也就是御天使高达决战式样，也称为御天使高达最终决战式样。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机体肩膀2个位置共增加了4组 GN 枪套单元。在拥有了14组 GN 枪套单元后，御天使高达就可以将所有单元排列成菱形阵列，然后让所有 GN 步枪同时输出，形成巨大攻击，从而实现对敌进行大范围打击效果。也就是凭借这一个攻击，御天使高达和妖天使高达共同扫清了刹那前往 ELS 核心部分的障碍，为刹那再次与 ELS 进行对话结束这场战争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成功取得对话之前，驾驶员莱尔迪兰迪仍继续与 ELS 进行战斗，守住地球联邦军的决战防线不被突破。但 ELS 此时已经拟化出了规模庞大的宇宙战舰和 MS 进行作战，而且拟化后的战舰攻击力同样十分强大，一度成功击穿了 GN 枪套单元提供的防御。御天使高达的左手臂也因此受损，然后莱尔迪兰迪使用 GN 枪套单元护住破损的部分继续战斗，咬紧牙关坚持到了战争的结束。与妖天使高达的结局不同，御天使高达很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没有被彻底击毁，成为天人组织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仅存的战力。最后还有件需要补充的事情，那就是御天使高达还在进行原型机测试阶段时，就有与武装战机地形进行组合战斗过。之前在与力天使高达上组合使用时，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不过与机体组合后，体积显得比较庞大，容易遭到攻击，加上容纳更多 GN 粒子的新型 GN 电容器得以应用，这样可脱离机体作战的 GN 枪套单元，可以进行叠加来发挥出比武装战机地形更高的战斗力，所以武装战机地形也就没有了可用武之地，仅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应急使用。